在这个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货币政策委员会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MPC） 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究竟什么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简而言之，它是中央银行内部的一个关键组织，负责制定国家的货币政策，包括调整利率、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通过这些措施， MPC 旨在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控制通货膨胀，并通过调整基准利率来管理经济增长。以英国为例，英国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是最为人们熟知的，它由9名成员组成，包括银行行长、3名副行长以及其他专家。他们的决策直接影响到英镑的价值，进而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比如，提高利率通常旨在抑制通货膨胀，但同时也可能增加家庭的按揭还款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那么，为什么各国需要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主要是因为经济是动态变化的，需要通过灵活的政策调整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例如，在经济衰退期间， MPC 可能会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相反，在经济过热时，他们可能会提高利率，以避免过度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不仅基于经济数据和模型预测，而且还要考虑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意味着 MPC 的每一次会议都受到经济学家、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密切关注。然而， MPC 的决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批评者指出，过度依赖利率调整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或者加剧经济不平等。此外，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委员会成员的选择标准也是公众讨论的焦点。通过聚焦于个人故事、政策起源或具体事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 MPC 的作用和它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例如，回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各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如何采取行动，降低利率至历史新低，实施量化宽松等非传统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和支持经济复苏。总之，货币政策委员会是经济政策制定中的关键角色。他们的决策不仅影响经济的宏观走向，还深刻触及每个人的生活。了解 MPC 的工作原理和其所面临的挑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动态，并参与到有关我们未来经济方向的重要讨论中。在探讨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和重要性之前，让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深入理解这个概念。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美国为例，在危机爆发前，美国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经济繁荣，房地产市场火热，信贷条件宽松，许多消费者和企业负债累累。然而，随着房价的暴跌和贷款违约率的上升，金融市场陷入混乱，银行和金融机构面临倒闭危机，经济陷入衰退。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迅速行动，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来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首先， FOMC 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接近0的水平，这是其控制短期利率、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接近0的利率旨在降低借贷成本，鼓励消费和投资，支持经济增长。除了传统的利率政策之外， FOMC 还实施了量化宽松 QE 政策，即通过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来增加经济中的货币供应。这一策略旨在进一步降低长期利率，刺激经济活动。量化宽松政策在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的几年内被广泛应用，帮助美国经济逐渐恢复增长，就业市场得到改善。此外， FOMC 还采用了前瞻性指引，明确表示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利率环境。这种沟通策略旨在提升市场信心，通过降低市场参与者对未来利率上升的预期，进一步降低长期借贷成本，支持经济恢复。这些政策的实施并非没有争议，批评者担心长期的低利率和大规模的资产购买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和未来的金融不稳定。然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者认为，在面对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动荡的严峻形势下，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以避免经济进一步下滑和就业市场的大规模失业。通过上述美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应对经济危机中的关键作用。通过灵活运用利率政策、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等工具，货币政策委员会能够有效地应对经济挑战，支持经济恢复和增长。
这一过程充分展示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维护经济稳定和促进长期增长方面的关键角色。在探讨货币政策委员会实施政策前的经济情况及该政策的具体细节时，我们可以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英国的政策响应为例。在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体验了长时间的高增长，信贷市场过热，不良贷款数量激增，最终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英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一员，其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失业率上升，消费者信心下降，许多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来应对危机。首先，委员会大幅降低了基准利率，从2007年底的 5.5% 降至2009年底几乎为 0%， 以降低借贷成本，鼓励消费和投资。其次，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即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来增加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目的是进一步降低长期利率，促进经济增长。这些措施的实施细节非常关键。例如，量化宽松政策不仅仅是增加货币供应，更是通过向市场注入资金，增强金融机构的资本基础，恢复信贷市场的正常运作。此外，货币政策委员会还与政府合作，提供了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帮助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和个人。这些政策的实施虽然在短期内给政府债务带来了增加的压力，但对于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稳定金融市场、恢复公众信心至关重要。通过这些紧急措施，英国经济逐渐开始复苏，虽然复苏的步伐缓慢。随着货币政策的实施，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经济在之后几年的显著变化。首先，降低基准利率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显著降低了融资成本，刺激了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加，失业率开始下降，从2008年的高点逐渐回落。另外，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增加银行的资本，恢复了银行体系的信贷能力，企业和消费者再次能够获得贷款，这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同时，这些政策也引发了房价和股市的回升，增强了消费者财富效应，进一步提振了消费和投资。然而，这些政策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持续的低利率环境导致了资产价格的泡沫，增加了未来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风险。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虽然短期内提高了通货膨胀预期，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对货币价值产生负面影响。通过对比实施政策前后的经济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对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成功的稳定了经济，促进了复苏，但它们也带来了长期的挑战。如何平衡短期的经济刺激与长期的金融稳定，成为货币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些实践不仅展现了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中的关键作用，也反映了经济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挑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往往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以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为例，这一政策不仅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全球经济格局造成了显著的变化。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其货币政策的调整引发了全球资本流动的重大变化，影响了全球利率水平，甚至导致了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大规模购买长期国债和其他证券，旨在降低长期利率，刺激经济增长。这一策略导致了美元的大量流出，寻找更高收益的投资机会。这些资本流向了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短期的经济利好，但同时也增加了这些国家面临的金融不稳定风险。例如，巴西、印度等国家在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期间，经历了资本大量流入，导致其货币迅速升值，短期内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当美国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这些国家面临资本外流的压力，货币贬值，甚至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些案例表明，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决定，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主要经济体，不仅会对其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也会通过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影响到其他国家。这种跨境影响凸显了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以避免可能的负面外溢效应。
在全球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今天，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和协调，以确保货币政策的决策既能满足国内经济的需求，又能考虑到对全球经济稳定的影响。正如我们从英国、美国的例子中看到的，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至关重要，但其全球影响也需要被充分认识和考量。总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不仅塑造了国家的经济未来，也影响了全球经济的走向。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中，有效的政策制定、灵活的应对策略以及国际间的合作与沟通，是确保经济稳定与增长的关键。我们必须认识到，货币政策不是孤立的，它的每一次调整都在全球经济的大棋盘上移动着棋子，影响着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的经济命运。